用朴素的茶具还原真实的茶品。大家好，我是真茶君普文。接下来我们继续评测一个茶友寄回来的2010年大雪山的生普。大雪山的生普的话，应该是蒙库大雪山。好，我们先把它这个茶叶倒到锅里面，再来看一下。普文从这个茶条当中可以直接判断这个茶年份是有一些了，因为它颜色已经发红了。大家再仔细来看一下这个发红的这个点。普文可以告诉大家，这款茶是从茶条来看是一个加茶跟一个野茶的一个拼配茶，因为这些库这个芽包和库只有野茶才会有，加茶是不会有，拼进去的野茶是绝对是纯茶。我们先来闻一下这个茶到底有没有苍味，但根据以上这个朋友保存茶的方式来说，这个茶应该不会有苍味，确实如此啊。好，这个茶我们投茶量在8克左右吧，这个茶投有点多啊。好，我们来开汤制泡一下这个茶。饼茶我们是会以高冲的方式来泡这个茶，10到12秒或者12秒到15秒，因为这个茶饼压的有点紧。好，我们出汤来看一下，这个茶汤色明显是比较深，但是清透度非常高。刚才为什么普文说啊，这个茶是野茶和加茶的一个拼配茶？因为野茶它不会有这种毫的产生，野茶是没有毫的，有白毫芽头的这类茶，是加茶，香气很好啊，确实这个茶保存的非常好。从这个热汤当中，我们闻到它的纯茶纯的可以非常好。这个茶的年限也是相当长，比前面2款茶年限肯定要长，而且这个茶的茶香当中已经过了那个橄榄的味道和梅子的味道，正常的保存的话，7年到8年时间是肯定有的。如果它加入野茶的话，色相对来说本身就会淡很多，哪怕是你再揉茶揉得紧再杀青杀得老，野茶的汤色它相对来说比较淡薄一些，透明度更高一些，这是一个正常的原理。我们再通过泡制再来判断，我们来冲泡喝的第一泡，7、8秒钟出汤。为什么这个茶会加入野茶？野茶加入之后，茶汤的甜度会更高，明显就是黄中泛红的一个汤色，有一些略微的黑色的弧点。大家看，品鉴一下这个茶，这个香气非常好。茶香是非常不错，保存的也非常不错，入口就能感受到一种甜度水系度也非常好。加入野茶之后，因为野茶的氨基酸含量要比加茶高出很多几倍，我相信这个茶友可能非常喜欢这一款。但是这款茶的制作是加茶跟野茶的拼配泡。我们来泡喝的第2泡，这个汤色就非常漂亮，确实是干仓保存的非常好的一款。出来的香味跟3、4年、4、5年的茶确实存储的时间会比较长。像这类老茶，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？关键是要注意它有没有做一个拼配，或者有没有在于它一个做旧，这个芽头就很像红茶的一个芽头了。所以关键我们判断的时候，待会儿看叶底。我们来冲泡喝的第3泡，色度也不强，苦度是几乎没有，但是这个茶气还是比较可以。普文给大家简单来讲述一下，临沧地区拥有这个野茶，尤其是蒙库地区拥有这个野茶的地方，主要是在邦马大雪山，自然资源非常丰富。大雪山是最靠近，所以那边也盛产野茶。前些年普文在蒙库做茶的时候，经常也去采购大雪山的一些野茶。好，我们来喝下，哇，这个香气确实可以但是普文迫不及待的想给大家检验这个叶底，来评判这款茶有没有做旧，是不是到了这个年纪，2010年11年了，那个年代做的话，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可以，但是虽然有些黑糊片因为毕竟11年前的茶，也在讲述一点之前的一个历史。在蒙库茶厂之前，它出了很多这一类野茶跟加茶做拼配的一类茶。在那个年代2010年左右，06年到10年左右这一段时间，经常会做一些拼配。真正当10年之后冰岛
些大山头，就名山头啊起来之后，慢慢的家茶跟野茶做了一些脱离。在04、05年这段时间的话，野茶是最不值钱的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家里本来是有100多棵野茶，在05年的时候就把它砍掉了，因为它的鲜叶只是家茶的1/5啊。比如说家茶卖10块钱1公斤的鲜叶，它只卖2块钱，所以那些超大的一些果树啊，就是大丹珠啊，全部被砍了，拿来烧柴火。因为那个年代周茶的人最怕野茶掺到里面去，所以特别仔细，野茶不值钱。所以那时候蒙库茶厂就做了一些很多野茶跟家茶拼配的一类茶。从这个方面来判断，这个茶很接近于那个历史。10年之后，野茶的价格也不断的翻升，不断的涨啊，到现在，比如说好的单株的野茶，鲜叶可能就是600一公斤，或者1500一公斤，3000一公斤都有。所以现在很难会碰到这类茶，野茶跟家茶做一个拼配的，因为现在的升值它是比较高的。这个普文在这里实话实说。好，我们讲了那么多，直接就进入一个3分钟焖茶阶段。这个茶的甜度确实是回上来的甜度非常高，但是就是色底太重了。好，3分钟时间到了，我们出汤来看一下。这个颜色是明显加深，带有一些酒红色的颜色出来，就黄酒的颜色。这确实是一个年限比较长的一个茶，大家看一下。好，大家看一下这个汤色相当的完美。这个茶我们来闻一下，非常干汤，它的那种干汤的香，那种沉香非常的优美啊。这个茶确实可以，我们来品鉴一下。哇，入口有一种化开的感觉，确实可以，甜度非常高，但略微出了一些苦，还有一点涩，但其实这个涩能够化掉的。这个茶友还是非常会选茶，这个茶我们可以这样判断，这个茶10年时间是有的。我们再来看叶底，为什么我们刚才说是拼配茶？叶体呈现泛红自然转化的一个成果在。我们把这个叶底拿出来，盖碗就比较干净大家来看这个芽包这是一个芽包，这就是一个野茶的芽包，转化还是比较不错。像这种茶叶底，其实它的萎凋时间过了，你怎么揉都揉不碎，有点发酵的。它的拼配量来说，大家看，这是一个芽头，野茶居多，家茶居少。这个像这个是家茶的芽头，野茶没有这么芽。从这方面来判断的话，这个茶应该是那个年代的茶。杀青的话属于机器杀青，不是手工杀青。野茶的寿命还是比较高，摊凉时间是过长了，相当于一个萎凋，像乌龙就会产生这种叶底，怎么揉都揉不坏。所以它的杀青时间并不长，不是机器拿来做的杀青。但是这个茶略微做过一些发酵，没有杀青之前的一个阶段的一个发酵。这款茶如果这个茶友是低价收回来的，这个茶还是值的。好，今天的评测就到这里。喜欢普文视频的朋友可以关注普文，普文一定会为大家带来真实的茶品、真实的原产地、真实的讲解。我们下一期节目见，谢谢大家。